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竞技场与白城对战，见白城服用4品丹药增强实力，萧炎也服下5品龙力丹。没多久，实力暴涨的萧炎就将白城打到昏迷。望着彻底晕过去的白城，整个竞技场陷入了一阵诡异的安静。很多观赛的学员都难以置信，白城这位名列强榜的6星斗灵高手，竟然会败在一名进入内院不到半年的新生手中。竞技场的安静被萧炎的咳嗽声打破。先前那番激烈的战斗让萧炎消耗很大，再加上他使用了天火3玄变后又服用了龙力丹，所以现在一放松下来，整个身体都十分疲惫。盘门的人全都在欢呼，大喊着萧炎是最棒的最强的。与盘门的狂欢相比，白帮成员的脸色再也看不到先前的嚣张。胡家和吴昊也都松了口气，薰儿也在第一时间飞身而下，出现在萧炎的身边，温柔地扶着他，心疼地问萧炎没事吧。萧炎笑着摇了摇头，拍了拍薰儿的脑袋，示意自己并无大事。瞥了一眼昏迷的白城后，萧炎刚准备转身离开，脸色却微微一变，抬起头看向竞技场某处，而那里正有一股凌厉的霸道气息蔓延而出。萧炎眼神变冷，说不知又是哪位学长看他不顺眼，如今虽然是伤体，但若想再战定然奉陪。萧炎的话让场中的喧闹变得寂静，一道道目光顺着萧炎的视线看了过去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站在阴暗处的人影缓步而出。出现在场中的男子身材颇为高大，几乎与严浩那种人形惺惺相差不多，一身布衫，背后携着一柄与他身高同长的漆黑重枪。他给萧炎的印象用2个字形容，就是霸气。而这个人就是名列强榜第3，赫赫有名的霸枪柳琴。柳琴缓步走向萧炎，瞥了一眼昏迷的白城，说没想到萧炎竟然能打败他。柳琴的身份并没有让萧炎有什么波动，只回了他侥幸而已4个字。柳琴也没有过多的废话，笑着说自己与萧炎之间也是有一些间接的过节。萧炎自然清楚，柳琴说的是自己当初在天坟炼气塔中与柳飞等人起冲突的事。他也知道这种事没什么好辩解的，当下便将体内仅剩的斗气顺着经脉流动起来，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。在他们俩交流的时候，柳飞也带着人从看台上跃下来，走到柳琴的身后，乖巧地叫着表哥。有柳琴撑腰，柳飞投向萧炎的目光中都带着几分得意。看他们的阵仗，萧炎身边的薰儿脸色一沉，不顾萧炎的阻拦，站出身来说当初的事是非曲折，旁人都知道，其中没有萧炎半点不是，还说要是他仗着在内院中实力强，这部分青红皂白与人出头，他萧薰儿接下便是。被薰儿一番训斥，柳琴先是一愣，随后便开始打量面前的薰儿。以他的天赋和实力，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，如今被薰儿训斥，他反倒觉得很是新奇。再加上薰儿的容貌气质出众，他不免多看了一些时间。薰儿的话让柳琴身后的柳飞十分不高兴，他原本就见不得薰儿比他还美，再加上柳琴表露出对薰儿感兴趣，当下便忍不住上前回击薰儿，说你算什么东西，我表哥也是你能训斥的，别以为打败了白城就可以得意，萧炎不过是个靠丹药之力的废物罢了。对于柳飞的谩骂，萧炎都懒得搭理他。像这种不讲理的蛮横女人，他一向都是敬而远之，但他可以当作耳旁风，薰儿却忍不了别人这么骂萧炎。一旁的柳琴也觉得柳飞说的有点太过分了，他抬起头看到薰儿脸颊上的寒意，刚想说点什么，眼瞳却微微一缩，身体急忙移动，将柳飞挡在身后。而在他身形移动的刹那，薰儿的残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旁两侧。柳琴脸色微变，手臂闪电般的洞穿了面前的2道残影，而后就听到了身后响起的清脆巴掌声。这一巴掌让整个竞技场再次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。薰儿看着柳飞说，不要以为有柳琴撑腰就可以肆意妄为，这一巴掌是替萧炎哥哥打的。终于回过神的柳飞大骂薰儿是贱女人，自己要杀了她。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扇耳光，这比砍柳飞一刀还让他难以接受。柳飞一边嘴上骂着，手指一边对着薰儿的脸用力地抓过去。薰儿冷漠地看着疯狂的柳飞，手上灿烂的金色光芒逐渐浓郁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让柳飞身后的人脸色大变，赶紧将柳飞护在身后。柳琴说薰儿未免有些太过分了，但薰儿只回了他8个字，自取其辱，怨不得人。萧炎将薰儿叫回身后，看着薰儿俏皮的笑容，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他虽然知道薰儿的实力不比自己弱，但大男子
主义的他依旧不喜欢将这些打斗的事情交给女孩子做。一时间，场中的气氛变得十分诡异，直到林修崖带着几人出现在场中才被打破。看着林修崖几人出现，萧炎一愣，随后便笑着与他们打招呼。林修崖早就看不惯柳飞的行为，他背对着柳琴，对着薰儿竖起大拇指，低声说：“真解气。”薰儿只点了点头，就将注意力放在了萧炎身上。一旁的严浩问柳琴：“今天不会是也想挑战萧炎吧？还说萧炎现在可是个伤体。”柳琴说：“趁人之危的事，他不屑做。如今萧炎打败了白城，也进入了强榜，1个月之后的强榜大赛自有机会。他并不想找薰儿这个女孩子的麻烦，但柳飞也不能白白挨这一巴掌。”面对柳琴带着挑战意味的话，萧炎轻笑一声，说：“到时自然奉陪。”萧炎在竞技场打败白城之后，几乎是足不出户的待在盘门。按照规矩，萧炎打败白城便取代了他在强榜上的排名。强榜上只要上升一个小小的名次，待遇便会丰厚很多。萧炎以一星斗灵的实力占据了第34的名次。这2天一叠叠的挑战书送进盘门，很多人都觉得萧炎打败白城是靠的荣利丹，而他并没有第2枚荣利丹，所以很多人都想要打败萧炎上升名次。面对这些挑战书，萧炎只好对外说正在养伤休战。就在萧炎无聊地趴在桌子上时，林燕推门而入。林燕体内的火毒已被清除，就迫不及待地进入天焚炼气塔修炼。听说萧炎与白城对战后，一出塔就找了过来。萧炎从林燕那里得知强榜大赛就在1个月之后。林燕仔细地跟萧炎说了下强榜前10的几个人，还说托萧炎的福，自己的火毒清除了，应该可以再前进个几名，但他却独独没有说强榜第1是谁。在萧炎问起之后，林燕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没有说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